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那些阅读教我的事。看到这个影片的你和父母的相处情况如何呢？今天就来介绍这本《如果父母老后难相处》。根据美国高龄照护组织统计，高达50%的子女因为和父母相处而感到焦虑。这本书一开始就提供了分析的量表，希望透过应对心态、沟通模式的调整而获得亲子关系的改善。难相处的类型分为依赖型、泼冷水型、自恋型、控制型、自毁型、恐惧型。书中针对每个类型都有故事和范例，说明每一种类型的改善方法。方法是先想好能做到的合理范围，坚持底线，事先说好办得到哪些事，做不到哪些事，并且保留弹性，照顾自己。与其跟负面性格的父母争执或理论，不如试着对他们展现同理心。假如真的无法说出同理的话，不妨试试我们先别谈这句话，尽量避免做出引发负面反应的事，选择让彼此都开心且乐在其中的活动。最重要的是照顾自己，别让自己的个性也变得负面。当最后真的束手无策的时候，记得寻求专业协助，可以是医师、社工、心理师、照护管理师、银发族服务等等，或者寻找帮手处理日常琐事，把相处时间花在其他活动上。帮手可以是邻居、附近的亲友、打工的学生、互助团体、日照中心都可以。在这边特别讲一下自毁型父母好了。自毁型的行为特征是曾经有酒精、毒品或药物成瘾问题，或者是有饮食失调、强迫症，甚至自杀倾向。这个类型可以说是最棘手的类型，尤其是自杀倾向，绝对是最难处理的。什么情况会导致一个人走上自杀呢？简单来说就是忧郁。书中建议了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写信。因为信件里的论点能够慢慢渗入对方的内心，不会引起当面对话的冲突。另外，寻求专家的介入也是必须的方法。特别的是，还有一个章节是面对失落、哀痛和悼念的议题。晚年生活如何面对种种失落显得格外重要。失去伴侣，失去隐私，失去独立，失去熟悉的环境，失去工作，失去身体功能如视力、听力、外貌、驾驶能力、记忆力等等，应该以乐观正向的态度去面对失落，对生活保持乐观，引导父母找到情绪的出口，适时的陪伴和倾听，或者让他们参加有意义的活动和计划。这本书以满分5分来评分的话，阅读的难易度2分，书中有许多的范例，相当容易理解。执行的难易度3分，从理解父母开始吧。喜好程度4分。这本书让我明白，子女拥有比父母更大的调整空间。书店里老年照护的书很多，但深入探讨父母麻烦行为的书很少。问题人格的治疗书籍也很多，但旁人该如何协助的书也很少。尽管大多数情况下，父母相处是终身习性的问题，但是将问题行为归因于背后的原因，绝对有助于改善相处模式。甚至说，明白父母的行为有背景因素，这个理解才重要。努力做出调整，总是有改善补救的机会。包容父母的行为，进而调整自己应对的方式，几乎是对所有类型最适用、最终极的秘诀。我相信，愿意点进这个影片的你，内心深处一定希望能改善长年以来的关系。这跟所有值得努力的目标一样，你得付出时间和耐心，而且辛勤耕耘。换个角度来说，正在看影片的你，是难相处的父母吗？父母很难改变，但你可以选择和他们不同的路。我希望那些与父母相处感到焦虑的子女都可以看这本书，
在现代医学的发展下，3代同堂甚至4代同堂都不是稀奇的事。但是如何与年纪渐长的父母相处，却没有人教。好吧，既然没有人教，那就来分享相关的书籍吧。人都需要依附与独立，与父母划清界限，有的时候会让自己有内疚感，但那是迈向独立不可或缺的过程。最后，我想用爱因斯坦说过的话结尾：什么叫疯子？就是重复做同样的事情，还期待出不同的结果。Insanity,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expecting different results. 这集到这边也该告一段落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可以留言分享你对这集内容的看法。那些阅读教我的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